高市早苗的一张财产清单，竟然意外地戳中了北京的死穴，网民瞬间翻转阵营。滨崎步巡演再遭北京小动作，他坚强承诺绝不放弃。一名五毛大 V 雕盘过猛，主人铁拳毫不留情。中日博弈风云还在上演，下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会在哪里爆出呢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主持人月音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阵子一句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，把北京那边气的是倒抽一口冷气，立刻拍桌子寄出了一整套的报复套餐，呼吁国人不要去日本旅游，全面的封杀日本水产，一套接一套，仿佛如果不这么做就显不出泱泱大国的态度。结果没能想到，日本那边随手就甩出了更狠的一招，再度的杀了北京一个措手不及，连一众大众的网民也被惊的是目瞪口呆。12月5日，日本高市内阁财产全面公示，高市早苗个人资产合计3206万日元，约合146万人民币，在19位的阁僚中只排第10名。本届内阁11月21日刚上台，此次公示是就任1个半月后按规完成的程序，但正逢中日气氛紧绷，这份公示立刻在中国的网民中炸起了一大片水花。网民为什么炸了？因为这也太寒酸了。高市的个人财产只有146万人民币，这个身价跟大家平时认知里的中共官员完全就不在一个维度啊。网民把视线横向一扫，对比中国的官场，从县长到镇长，再到一个小小的乡村主任，哪个不是身家亮瞎眼的级别？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，高市的申报数字就显得格外的清淡，甚至有点朴素到不太真实。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大陆网友都是怎么说的。貌似我们县长都秒杀他，咱们派一个3甲医院主管采购的副院长就足以完爆他了。我们一个村主任能干倒几百个高市早苗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，中共人大代表提案官员财产公示提了 N 次，民间呼声也像海啸一般，但中共的官方每回都是闻之色变，避之不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高市政府这一手财产公示，等于是直接命中了中共官员的死穴。这一击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给了中国网民一个情绪出口，于是整个的网上瞬间是风向翻转，朝着中共是狂轰猛炸。早苗这招有点狠，搞得咱爷们儿下不了台了。这是针对我们的死穴痛下杀手啊！在这敏感之际，我们怎么回怼？是从从容容，还是连滚带爬？野蛮是无法撼动文明的，比什么军舰航母厉害多了，就看这边怎么收场。这些年啊，中共把仇日的情绪当成了舆论万能胶，一会儿历史情绪，一会儿民粹煽动，凡是牵得到日本的，全都是往火上送干柴火。高市早苗上台后，就有很多中国人对他印象不好，甚至带着天然的成见看他。但这一次，高市把财产一股脑地摊在桌面上，竟然意外踩到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那根敏感神经，并且对官员财产公开的长期渴望产生了共鸣。许多原本看他不顺眼的人，情绪竟也出现了微妙的方向变化，好像突然顿悟了一般。我们再一起看看留言区的留言，网友的心境变化是肉眼可见的。不知道该不该夸他一次，就因为他财产公示。对于能公布个人财产的政治人物，表示基本尊重。虽然我反对高市早苗，但在财产公示上，我100%支持。一个没有私心的政客才能为人民服务，日本强盛不是没道理。不贪腐，两袖清风，这才是好官。就冲这点，再不能给他差评。这女的是条汉子，君子坦荡荡。只有清白无私的人才敢对强权吼。我忽然有点喜欢上他了。留言是越滚越多，
几千条的评论里，最后甚至有人把隐形火锅搬出来了，开始旁敲侧击地调侃现任北京高层。高适没出过书吗？光版权费也不至于这么少吧？接着还有人补刀，兰兰笑而不语。这个呢，就是暗指那位在澳洲开着豪车撞人，被传是习近平家族成员的神秘女子了。有人还继续添柴加料，习总书记为世界指明的方向里，不包括公布他自己和他下面所有官员的财产。哈哈哈，他拿什么跟我们习主席斗？还有网民不客气地点名叫阵了：习近平，你敢把你和你的政治局常委的资产公布出来吗？截止到目前中共官方依然对财产公示这件事是保持静默，嘴上一句不提，心里那股子尴尬与火气却基本可想而知。这不，他们又对日本的天后滨崎步搞起了小动作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早上爬不起来，下午3点脑袋放空，晚上明明累了却睡不熟。其实不是你老了，也不是你懒，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元气的方法。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，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，经过传统的9蒸9晒，做成了活性更高的黑参，再用天然蜂蜜低温润制，做成了一片一片的小切片，出门放到口袋里，累了饿了，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。黑参厉害在哪里呢？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，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，提升免疫，促进循环，帮助记忆。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。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，你是在补底气。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，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，不苦不燥，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。一天一片，慢慢的把代谢和循环打开，精神会更稳，专注时间更长，脸色也会更亮，不容易累。如果您经常熬夜、久坐、出差，换季容易疲倦，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下单，输入大食局，享受主持人85折优惠，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。从今天开始，赶紧把元气、好气色、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。继早前上海的演唱会无预警被腰斩之后，紧接着12月9号，滨崎步再宣布，原定明年1月10号的澳门场也确定被取消了。滨崎步在社交平台发声的时候，语气明显沉重。他说，对于无法完成巡回演出感到非常的抱歉。滨崎步向粉丝说明，继上海演唱会被取消后，又再次公布坏消息，让他非常难过。无法顺利完成亚洲的巡回演出，令他与整个团队感到非常遗憾和不舍。他向支持他的粉丝致歉，并在英文版的声明中表示，然而我绝不会放弃，我们的羁绊永远不变，我承诺未来必定再与大家相见，感谢大家的理解与一直的支持。针对已经买票的歌迷，滨崎步表示，团队正全力进行后续安排，盼望能让持有上海与澳门场门票的粉丝未来优先购买预计于2026年举行的体育馆巡演门票。滨崎步还向歌迷喊话，不希望大家的遗憾白费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到最好。其实中日关系近日急剧降温之际，中共官方除了阻止公民赴日旅游，还宣布停止进口日本海产品，并且取消了包括滨崎步等日本艺人在中国的多场演出计划。滨崎步原定于11月29日在上海举行的演唱会，就在演出的前一天因不可抗力因素被取消了。这一出乎意料的操作，却意外地成就了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。尽管演出被取消，滨崎步仍然决定登台。他在能够容纳14000人的空场馆里完成了表演。11月30号晚上，滨崎步在 IG 上连续发布了9张无人演唱会照片，并写道：
虽然有14000个空位，但我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粉丝满满的爱，这是我最难忘的演出之一。从心底里感谢来自中日的200名工作人员、乐队成员和舞者，让这场舞台得以呈现。这场空场演唱会引发了全球的瞩目，网友普遍感叹，滨崎步与中共官方对契约精神的态度令人双重震惊。有人评论，滨崎步这一步走得太漂亮了，不解证明了对付流氓的行为也可以很优雅。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滨崎步是谁，在那一刻他成了我的偶像，不是因为歌声，不是因为唱功，不是因为外貌，而是因为他用优雅给了荒唐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更多的网友补充说，滨崎步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文明，什么是尊重，什么是体面。他以一人之力让全世界看清楚共匪有多么的恶心。这场演唱会的艺术含量早已远远超越正常的表演，浑然天成。身为日本音乐史上开过最多演唱会的歌手，滨崎步出道27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2场演唱会被取消的情况。这一次澳门演唱会再遭冲击，直接激起了歌迷的怒火。动用全国之力去吓唬一个女人，完全不怕丑吗？一个歌姬的胸怀已经比一个国家还要大。这次取消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，而是向全世界宣告一国两制根本不存在，中国共产党不喜欢的事情不需要理由，一律禁止。那些还幻想能跟共产党谈判签和平协议的台湾人该醒了。有网友甚至给滨崎步出招，中国的城市就别去了，2026年直接来个自由之国度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再甩北京一个耳光。其实中国的经济从疫情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衰退，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在这种张力之下，挑起对外冲突成了北京当局一个方便又低成本的转移矛盾工具，拿艺人开刀成了首选，因为这种操作不会对自身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，又能迅速地抓住眼球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中共本想借此向日本施压，却没想到先烧了自己。与此同时，他虚张声势的底牌也在对一名5毛大 V 的微信封号时彻底的暴露了。中共对外找不回场子，只敢对内重拳出击。12月5号，卢克文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，中国正在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，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共已在舆论、法理与军力层面做出系统性准备，中俄有能力应对双线作战。结果文章发布的当天就被下架了，同时卢克文工作室公众号也被封了。访问提示显示，该账号涉嫌违规，以限制从公众号打开网页的能力。之后整个的公众号就从微信搜索里消失了。这个工作室号称粉丝3000万，其中微信号粉丝大约450万，是卢克文及其写手发表深度文章的主阵地。据传年收入高达5000万人民币。网民们的嘲讽是不断，犯了妄议大政方针的大忌，被组织敲打了，跪舔姿势不对，雕盘太猛了，主人还在找台阶下，奴才先把梯子给撤了，替中共宣战，找死是吧？这是典型的越线。是啊，现在爱国饭也不再那么好吃了，他们是一边要和同行激烈竞争，一边还要绞尽脑汁的揣摩上意，避免踩到红线，一个不小心，主人的铁拳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。观众朋友，从高市早苗的财产公示，到滨崎步的空场演唱会，再到卢克文被封号，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在揭示一个现实：有些事情比你想象的更荒唐，也比你看到的更精彩。那么您会被高市的清廉震撼，还是被滨崎步的优雅圈粉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
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